明年开始，只有定期存款的人需做两手准备。许多人仍未察觉。引言：尽管我国经济建设依然在不断进步，取得的经济成就还在与日俱增，但是相比以前，速度确实是慢了一点点。财富蛋糕做大的速度放缓了，这也使得我国传统的理财手段也开始有点跟不上时代变化了。曾经定期存款是许多心中最好的投资方式，其安全、稳定、适用性强的优点让其成为了大部分中国人处理存款的最佳选择。但如今，这一观念正逐渐发生变化。鉴于明年全球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与难以预测，那些持有定期存款的人们应当未雨绸缪，做好更多的准备。为什么定期存款变得不再可靠了呢？而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我们又应该做何准备？一、为什么很多人选择定期存款？在我国，居民储蓄率一直都很高，除了与传统观念有关外，也和定期存款的安全性密不可分。四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国家的直接管控，它们背后有着国家的强大支持作为保障，人们对这些银行有着极高的信任度，不会像私营银行一样，一旦经营不善就破产跑路，让储户们的存款血本无归。而定期存款作为银行用户量最大的金融业务，安全性更是其最显著的优势所在。由于有着国家背书，即使银行出现经营问题，持有定期存款的储户也能得到全额赔付，这大大降低了资金损失的风险。尽管定期存款的收益率不高，但是比起其他让人眼花缭乱的理财产品，定期存款的安全性使得它成为了大部分中国人的理财第一选择。同时，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办理定期存款手续简单，无需复杂的金融知识，非常符合他们的理财需求。中国劳动人口有一个流动性大的特点，尤其是对于广大外来务工人员来说，理财产品的灵活性变成了他们的一大需求。而定期存款具有极佳的灵活性，部分银行还提供自动转存服务，省去了到期后再办理的麻烦。不过，即便定期存款有着诸多的优势，那么为什么在未来，定期存款将变得不再靠谱了呢？二、为什么定期存款不再那么靠谱？导致定期存款不再靠谱的罪魁祸首，当属通货膨胀了。这几年来，随着我国人们金融知识的不断进步，通货膨胀这个概念想必大家已经不再陌生了。经济中一种常见的现象，通货膨胀影响深远且难以完全避免，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通货膨胀将逐渐成为一种常态。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手中的人民币不值钱了，但是我们日常所需要购买的生活用品和社会服务却一直在涨价。对于持有定期存款的人来说，当通货膨胀的速度超过了银行定期存款的利率增长时，他们将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现实。这些持有定期的用户，他们存款在实质上的价值在逐年降低，即存款的购买力在不断缩水，导致他们的财富并未像表面上那样得到保值或增值。除了通货膨胀带来的压力外，银行利率的持续下调趋势，对原本就收益有限的定期存款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进一步压缩了其预期收益空间。通货膨胀导致的货币购买力下降，加之降息导致的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减少，两者共同作用之下，储户的定期存款其实每年都处于一种亏损状态的。这也就意味着，即便你什么都不干，一点都不消费，你银行里的存款还是在无形间不断的减少的。那么，为了收好我们的钱袋子，让银行里的钱不再白白蒸发，我们又应该做何准备？三、两手准备之投资。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进步，对于金融市场的探索也在不断推进。相较于以前，我国百姓有了更多的投资方式，尽管这些投资或理财手段相较于定期存款而言，可能伴随着更高的风险，但它们所潜在带来的收益也极有可能远超过定期存款所能提供的水平。
为了应对未来定期存款的贬值，将定期存款转换为其他投资理财产品，变成了一个值得考虑的选项。投资也不仅仅只局限于金融理财产品，实体投资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尽管由于疫情带来的影响仍未远去，但是线下实体经济已经有了复苏的迹象。尤其是在娱乐业，以00后为主的年轻人在享乐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消费欲望，而且相较于传统娱乐行业，年轻人的娱乐更倾向于轻社交、重体验，因而在当下投其所好，投资新兴的诸如桌游店、剧本杀一类的店铺，或许就能有着不错的收入产出。不过投资往往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当下的风口行业可能在不久之后就变成无人问津的冷门，这也就使得了我们必须及时掌握入场和退场的时间。虽然投资实体行业极富风险，但是一旦盈利就远非定期存款能相比的。当然，如果只想要稳定获取收益，更传统的投资手段是更好的选择。比如说，在国际形势日渐复杂的当下，投资黄金也是让自己资金保值的重要手段之一。尽管黄金市场价格会经历波动，但从长远视角观察，其总体呈现出上涨的趋势。鉴于当前及未来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加剧，黄金的增值潜力预计将持续较长时间。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黄金作为一种相对易于接触和理解的理财产品，无疑是保护个人资产免受贬值风险，确保财富未来增值的优选之一。除了在金融产品和实体上加大投资，把定期存款拿来投资自己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在未来，拥有越多知识的人必然能获取更多的信息，而信息又是当下社会最宝贵的财富。在任何时期，丰富自己的知识都不会是无用之功。这些定期存款与其放在银行里继续亏损，不如将它们转变为知识，丰富自己。4. 两手准备之流动资金。在追求投资收益的同时，保持一定的流动资金也是至关重要的。流动资金不仅可以应对突发事件和紧急需求，还可以在市场出现投资机会时及时把握。这一次疫情其实就是对这一选择的最好肯定。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居民们的收入水平普遍出现了急剧下降的情况，这使得拥有充足的流动资金变得尤为重要。即便手上的固定资产再多，定期存款再丰厚，没有现金还是无法在疫情这种特殊情况下保证自己的生活质量。即便是在疫情过后，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根据个人和家庭的实际情况，设置一定额度的紧急备用金。同样的，手上保有灵活的现金流，让我们的投资在未来的生活也能具备相当大的灵活性。在生活中，我们偶尔会遇见一些转瞬即逝的投资机会，而如果手上没有足够的可流动资金，可能就会因此错失良机。同样的，对于个人而言，拥有大量流动资金可以带来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和满足感。更重要的是，在未来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在银行下调存款利率的同时，对于贷款的利率也肯定会有所下调。这并非是推论，而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在本年的前几个季度，我国各大银行的贷款利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调。贷款并非欠款，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贷款来帮助我们完成一些需要大量现金的事情，比如说投资等。而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有着灵活且大量的可流动资金，会让我们在银行眼中的信用显得更好，也因此能让我们的借贷额度更高。结语：在未来，定期存款已经无法再承担起提升我们存款的期望。如何转换方式，使得我们的存款不再缩水，成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无论是选择将部分定期存款转向高收益但伴随一定风险的金融理财产品，还是投资实体经济中的新兴行业，亦或是投资自己，提升个人知识水平和技能，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尝试的路径。同时保持充足的流动资金，不仅能够应对突发事件，还能让我们在投资市场中更加灵活自如地把握机会。
面对定期存款不再那么靠谱的现实，我们无需过分担忧，积极应对，通过多元化的投资和保持流动资金，为自己的财富安全保驾护航。